中国不是简单的经济低迷，而是中国全面的系统性收缩正在悄然降临。2025年的中国不再是那个世界工厂、投资热土、人口红利无限的东方奇迹，相反，它正站在一场系统性紧缩的边缘。什么叫系统性紧缩？不是某个行业不行了，不是某个城市出问题了，而是从人口到资本，从企业到消费，从土地到水源，每一个指标都在同时往下掉。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局危机。最直接的信号是出生人口的急剧萎缩。官方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出生人口仅902万，创下1949年以来历史最低，连续第二年人口负增长，死亡人数高达1110万，自然增长率为1.18千分号。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负人口时代。更惨的是，这并不只是一个数量问题，更是结构问题。年轻人生得少，老年人活得久，养老压力巨大，而生育意愿还在继续下滑。调查显示，18至35岁女性中有生育意愿的比例已跌破40%。有女性在社交平台坦言：“我挣的还没房租多，怎么敢生孩子？”这不是一句玩笑话，而是数千万中产阶级共同的痛点。连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城市都不再适合繁衍后代，中国未来靠谁维持劳动力？孩子生得少，最先感冒的是学校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普通小学招生人数为1616.6万人，比2023年锐减13.9%，堪称断崖式下滑。在东北、河南、四川等地，不少乡镇小学直接停摆，要么被迫合并，要么空荡荡只剩几个老师。一些城市的学前教育机构倒闭潮更是来得快，去得猛。2024年上半年，仅上海市注销的民办幼儿园就超过300家。孩子少到这种程度，教育资源都过剩了。更可怕的是，中小企业活不下去了。2024年，全国有430多万家市场主体注销，同比暴涨23%。这其中，绝大多数是小微企业，就是那种撑起90%就业、60% GDP 的经济毛细血管。有小工厂主表示，今年彻底歇业，中美打贸易战，我们没订单，材料涨价，人工难找，撑不下去了。不是一个人在倒下，是一大批人。全国范围内批量死亡的小企业正在不断重演。某地电商园从300家企业降到不到50家。一线城市写字楼空置率超过40%，广告牌拆了一排又一排。大量临时工、合同工一夜之间失业，没有赔偿，也没有社保。以往撑住中国制造的不光有内需，还有外资，但现在连外资也在战略性撤退。2024年数据显示，新设立外资企业数量虽然同比增长9.9%，但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却暴跌27.1%。换句话说，是空壳式投资在增多，而真金白银在减少。很多外企把工厂搬去越南、印尼、印度等地，不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苹果、三星、耐克、阿迪达斯的供应链大举出逃，谁留下谁吃亏。有出口商说得很直白，10年前谁敢说要搬出中国？现在不搬才奇怪。比起中老年人无处可去，更惨的是年轻人根本没法开始人生。官方早已停止公布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，但第三方数据显示，这个数字仍在20%至25%高位徘徊。大学毕业生、职校毕业生，甚至是研究生，找工作变成刷脸加拼命。有毕业生表示，我们同班50人，有30多人现在在送外卖、打零工，还有人考了2年公务员没考上，已经不想再努力了。临时工正在成为青年就业的主流，而啃老
成为无奈的社会现实。经济不好，失业多，怎么敢花钱？相关调查显示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居民未来收入预期指数创下历史新低，人们对于未来已经不敢奢望了。有居民表示，我在医院做陪护，一天挣200块，不包吃住。前阵子想给自己买件衣服，结果看了3次都没下手。全国多地的大型商场、商业街出现退租潮，餐饮业恢复缓慢，旅游行业只靠小长假吊命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27个 GDP 万亿城市的平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仅为 2.6%， 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。一线城市中，广州、深圳的增速为负，甚至出现大型百货闭店潮。房子一度是中国人信仰的支柱，现在也塌了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前5个月，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0.7%， 住宅投资下降 10.0%。在3、4线城市，房屋成交量缩水 50% 以上，开发商或停工或降价回笼资金，很多楼盘烂尾无人接盘。地产不振，直接拖垮了建材、家居、家电、装修、搬运等上下游产业，几乎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1/4。一个社会最大的危险，从不是抱怨声，而是集体沉默。从2024年底到2025年中，中国社交平台的内容审查力度明显升级，微博关键词屏蔽词库激增，连失业、烂尾楼、负增长都成了高危词。微信公众号与视频号大量被封，稍微提及经济下滑、人口问题、外企撤离就违规。社区热帖总是秒删，几乎没有哪一个真实故事能活过一天。网络舆论的高压锅效应越来越强，连小红书、知乎上也开始出现大量自动屏蔽的系统回复。一个没有声音的时代，才真正令人胆寒。不仅是国内信息收紧，境外信息通道也全面紧缩。从2024年起 ，VPN 使用门槛大幅提高，多款加密通讯工具被大规模封锁，机场 WiFi、酒店 WiFi 的监控增强。过去还能翻墙看看外面的世界，现在墙已经变成了现实的边界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中国经济真实的下滑有多严重，不知道全球供应链在如何排除中国，不知道日本、韩国、越南正在代替中国，不知道自己的苦难其实已经成为整个制度病灶的必然结果。认知断裂是社会最深的裂缝，除了人、钱、企业、声音，中国连最基本的自然资源也撑不住了。2023年，相关公告指出，华北平原地下水位已连续15年下降，部分区域地下水埋深超过50米，京津冀多地限水供水已成为常态。而另一组让人毛骨悚然的数据是，2023年中国耕地面积竟减少 36.3 万公顷，主要被占用于光伏、房地产、工厂扩张，新疆、东北等粮仓地区的土地出现退耕还沙趋势，年降雨减少，沙化严重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的粮食自给率正在被侵蚀，一旦国际粮食价格波动，饭碗可能都不稳了。当系统性紧缩蔓延到财政，意味着政权运转的底线也开始动摇。2024年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正式突破100万亿元大关。有报告指出，约有 25% 的地级市债务率超过 300%， 几乎是躺平状态。多地出现财政吃紧、工资缓发、社保延迟的状况。部分城市的公务员普遍降薪 20% 至 30%， 环卫工人、合同工、聘用制人员被大批裁撤。多地甚至传出政府以地抵债的怪招，让开发商自己建路、造楼、交税。财政是一个国家的命脉，
现在，中国正在经历一次缺血性危机。最令人绝望的，不是数据本身，而是无处逃生的共识。中产想逃离，却发现资产套不出来，孩子学籍转不走；工薪阶层想稳定，却被房贷压顶，就业无门；老年人想安享晚年，却发现养老金缩水，医疗挤兑。这是一个没有赢家的时代。失业的年轻人，躺平的中年人，焦虑的父母，倦怠的企业家，所有人都被裹挟进了这场无声的崩塌。有学者表示，这种跨领域、跨系统的全面紧缩，并非短期问题，而是长期趋势。中国正在经历一次从高增长向高不确定转变的结构性断层，无论是劳动力结构、资本流动，还是资源分配机制，全部都在进入收缩周期。如果现在不进行体制性改革，未来中国将陷入一种慢性死亡状态，不是一夜崩塌，而是慢慢消耗，直到筋疲力尽。最后看看全球对比，印度2025年 GDP 增速预计为 6.8%， 已超越中国，成为新兴市场核心。越南、印尼制造业出口增速超 20%， 外资流入量稳步上升。韩国、日本大力吸引高端移民，补充劳动力缺口。美国 AI 与能源双轮驱动，科技股创出历史新高。而中国呢？出生率崩盘，劳动力枯竭，内需不振，消费断崖，外资出逃，技术脱钩，言论收紧，认知裂缝，资源紧张，债务失控。中国正在用系统性的问题面对全球性的竞争。世界在冲刺，我中国在抽筋。过去3年，中国人学会了一个词：共度时间。但越来越多人意识到，我们不再度过什么，而是在陷入一种不可逆的退化中。不是哪个城市的问题，也不是哪个产业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国家从根本上进入了老龄化、内卷化、封闭化、资源紧缩化的综合衰退期。中国人可以选择沉默，但现实不会因此放过任何人；可以选择乐观，但数据从不说谎。中国正面临一次100年未有的系统性收缩大崩盘，而这仅仅是开始。